小鹏 G7，小鹏新推出的一款中型尺寸的纯电 SUV， 车长4892毫米，车宽1925毫米。在现在电动车一个做的比一个大的今天啊，这样的尺寸已经算是相当克制了。不过后排空间表现还不错，一会儿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它的外观内饰设计之前已经早就曝光过了，圆润饱满的造型还是挺讨喜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车尾，尤其是这个尾灯搭配上白色或者银色这种浅色车漆，看上去真的很漂亮。内饰采用的还是这种简洁的、比较有科技感的设计，黑白双色的内饰拼色呢，看上去也很干净。方向盘前面传统的仪表已经取消掉，没有了，核心的驾驶信息全部都显示在我面前一块尺寸非常大的 AI 全景抬头显示上。除了档位、车速还有续航这些功能的显示之外呢，如果你开启了这台车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之后，它还可以显示一条光弹导航，非常准确的告诉你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变道，要往哪个方向转弯。而且在遇到那种前方有很多个岔路口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这条光弹很清楚的告诉你应该走哪个岔路口，避免你走错的风险。在舒适豪华方面，车里面的用料也挺讲究的，纳帕真皮的座椅，超纤绒的顶棚，4个车门扶手上用的都是这种实木的饰板，而且呢，前后排4个座椅全都带加热、通风、按摩功能，而且呢，也都有电动调节的功能。因为整台车主打家用，所以在车内的储物空间设计上也还挺讲究的。这儿2块风冷的50瓦快充手机无线充电板，下面这儿掏空出了一块很大的储物格，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2个 USB 的接口。比较巧妙的设计是在储物格的底部这儿还设计了一块 XMAG， 也就是磁吸的功能。如果你在他们的官方商城选择了像这种带磁吸功能的，比如纸巾盒或者一些其他小配件的话，就可以很轻松的吸在上面。这样的话，即使你激烈驾驶，它也不会晃动。副驾前面电动的手套箱，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翻到外面来的挂钩，很实用。中间的中央扶手上层是一个分隔的储物格，如果把它拿出来之后，整个中央扶手箱的这个尺寸纵深真的很深啊。再来看看后排，首先这个座椅坐垫的长度、高度，包括它填充物的柔软程度，真的很舒服，对大腿的支撑也比较到位。而且刚才提到啊，后座也是电动座椅，靠背的角度是可以电动调节的。来看看实际的乘坐空间表现，腿部的空间一拳4指，头顶空间也有一拳4指，地板中间很平整。后座中间呢是一个头枕和中央扶手连为一体的设计，打开之后，在这还可以看到一个风冷的手机无线充电板。我面前的这块触控屏幕，除了可以调节空调、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副驾座椅的位置之外，还可以控制影音娱乐功能。而且副驾座椅的背后这儿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桌板，里面还藏了一个同样带 XMAG， 也就是带磁吸功能的一个支架，把我的手机放在上面，可以稳稳的吸住，刚刚好。后备箱的空间设计也很用心啊。首先肉眼可见的这个空间尺寸就不小，整体的容积已经达到了819升，而且细节方面，锚点、挂钩，右侧有一个12伏180瓦的车载电源接口，另外呢，两边还可以看到绑带和网兜的设计。这里还有一层盖板，打开之后，下面是一块额外的尺寸也很深的储物格，后座靠背也支持4/6分放倒，座椅放倒后和后备箱地板之间会有一个坡度，不过还是能起到明显的扩容作用，整个后备箱的容积能扩展到2277升。今天我们这台试驾车动力方面搭载的是一台后置的218千瓦的单电机，它的动力日常使用肯定是够用的，你真的需要超车的时候急给一脚加速也完全能超得过去。当然整体的动力表现没有那么强的运动属性，而且这台车本身它的定位也是更偏家用舒适风格的那种。从目前小鹏官方已经公布的几个车款的配置来看，应该都还是单电机的版本，暂时还没有公布前后双电机版本的车型不过单电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更节能，像这台车官方的 CLTC 续航已经能够达到702公里。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体验这台车的动力还有操控表现这些方面而是更多的花时间放在它的组合驾驶辅助。那小鹏官方应该是叫 AI 智能辅助驾驶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从今天出发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开着它的 NGP 的辅助驾驶。刚才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小 P 在我们解说的时候不停的在往里面插话，就是在提醒我们，比如说有变道或者有要左转的情况。
G7的满配满血版本啊，应该会搭载3颗图灵芯片。不过今天这台试驾车呢，应该使用的还是 Orin 的芯片，所以在它的整个组合驾驶辅助的识别能力和算力上面，还是会跟满配版本有一点差别。但今天其实在整个的体验过程当中，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这台车在组合驾驶辅助这部分的能力真的很强啊！不管是在刚才的一些小窄路上去绕行行人、非机动车，或者一些停在路边的临时车辆包括有遇到修路的状况，还有像左转和变道超车的这些动作，表现的都非常的丝滑。更重要的是，你在把这台车交给组合辅助驾驶去控制的时候，不需要紧张。可以很放松、很轻松，就是它的每一个动作会让你觉得是合理的，而且不会有那种突然的急加速、急减速。包括在遇到红灯或者在前车突然刹停，它跟车刹停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那种比较舒适的，不会让车里边的乘客有非常难受的甚至晕车的感觉。尤其是在遇到红灯，它很缓慢的停在停止线前面的那一下那种平顺的感觉，甚至会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开手挡车的时候，每次遇到红灯快要停的时候，稍微松开一点刹车踏板，让它缓缓的去滑行停止那种感觉完全不会出现那种停车时候的顿挫感。哇，这点真的很厉害。接下来还想再跟大家聊一聊它的 AI 底盘这部分，其实也挺神奇的。就是它在遇到路面上一些不平坦的情况的时候，一方面它会通过预瞄系统提前做出预判，它的预判距离可以达到30米，而且对于路面上的一些坎坷可以判断的这个坎坷的高度，提前去做出悬架部分的调整，让整个通过的过程更加的平缓，冲击力会更小一些。除此之外，小鹏还通过所有车主行驶在路面上的一些路况信息去生成了一整套的云端图层，而且这个云端图层是会实时更新的。比如说，之前曾经有小鹏车主在这儿遇到一个坑洼的时候，在我们的中控屏上就能看到，它会有一个提前的告知，告诉你在前方200米、100米的时候可能会有颠簸。那如果路面上的这些坑洼坎坷已经被修复填平了，或者又很不幸出现了一些新的颠簸路况的话，它的这些云端数据也都会快速的得到更新。刚才提到我们今天这台试驾车还不是那个满血3图灵芯片的版本而且这台试驾车因为是试车牌，所以没有挂绿牌，也没办法顺利的通过高速上的一些 ETC 的交费口。但是据说3图灵芯片的满血版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在通过 ETC 这些路口的时候，也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抬杆，然后减速、加速通过。当然，这些功能我们今天都没办法体验，也没办法展示给大家，只能等着后面有3图灵满血版本试驾车的时候，再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哇，广州这天儿真是绝了，只能是打着伞来给大家做最后的总结了。再来看一下小鹏 G7 的3电部分。首先，全系全域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搭载了80.8千瓦时的电池。刚才试驾的时候已经提到 ，CLTC 的纯电续航已经可以达到702公里，再加上它的5C 超充最快12分钟就可以把电池的电量从20%充到80%。小鹏之前已经公布了这款车的预售价格23.58万元起，综合它的空间尺寸、配置还有价格来看 ，G7 真的还是有爆款前置的。而且小鹏确实在组合驾驶辅助方面也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当然，我现在最关注的，一方面想能尽快试驾到它那个3图灵芯片的满血版本车款，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想看这车正式上市的时候，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